那个早就跑到国外的乱港分子罗冠聪，这小子呀，这几天可真的是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演了出大戏。话说呀，9月27号，咱们这位罗先生那可是个大忙人啊，他不在这个英国好好待着，跑到美国溜达了一圈，然后又从美国的旧金山坐上了飞往新加坡的飞机。哎，你要问了啊，他去新加坡干嘛呀？旅游吗？探亲吗？都不是，人家是要去参加一个所谓的论坛。你听听这个词儿啊，论坛啊，多高大上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学术大咖、商业巨子呢。罗冠聪坐在飞机上啊，估计心里面还美滋滋的。窗外呢是蓝天白云，他心里面可能还盘算着，这一趟到新加坡，我得好好的发个言，再刷一波存在感，让我的那些朋友们看看，我罗冠聪虽然回不了香港，但在国际舞台上那也是一号人物呀。他手里攥着啥呢？英国给他的那个难民护照，还有一张提前3个礼拜就办好的新加坡签证。在他看来啊，就是双重保险啊，万无一失。飞机落地，他整理了一下衣领，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了入境关卡。精彩的部分来了啊！就在他把护照和签证递过去，准备接受新加坡移民局官员欢迎光临的微笑时，人家官员拿过来一瞧，眉头一皱：“先生，请跟我来一下。”这句客气话啊，在机场那往往就不是啥好事了。罗冠聪就这么着啊，被请到了旁边一个小房间。这一进去啊，可就不是他说了算了。本来以为就是简简单单问几句话，结果呢，这一问呀，就是4个钟头，从中午问到了下午。这4个小时啊，估计他把这辈子干的那些事儿，在这个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工作人员估计问的也挺细，你来干啥呀？跟谁见面呀？这论坛谁办的呀？你这护照咋回事呀？这罗冠聪心里啊，估计是越来越慌啊。他以为自己是谁啊？是民主斗士？是国际名人？但在新加坡的法律和秩序面前，对不起哦，你就是个有疑点需要被审查的旅客。根据这个小道消息说，这家伙可没闲着呀，一看这个情况不对，立马就开始打电话求救。给谁打呢？给他那些所谓的英美后台打电话，希望能通过政府层面给新加坡施加压力。结果呢，电话那头呢，要么呢是没人接，要么就是这事儿我们知道了，我们正在了解情况，然后就没下文了呀。这脸打的真是啪啪啪响哦。人家新加坡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出了名的法治国家，国家安全啊，看是比什么都重啊。哎，你一个被自己国家通缉的逃犯，还想通过别的国家来施压，你想的太美了。新加坡不吃你这一套。最后的审判结果下来了，工作人员走进来说：“罗先生，我们很遗憾的通知您，您被拒绝入境。”罗冠聪肯定是急了呀，为什么呀？我有签证啊，你们总得给个理由吧？人家工作人员估计就是面带职业微笑，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给出理由。杀人诛心啊，朋友们，最大的羞辱就是我懒得跟你解释怎么遣返呢。新加坡方面非常贴心，直接给他安排了原来那趟航班，哪儿来的送回哪儿去。这趟10几个小时的回程啊，对他来说每一分每一秒估计都是煎熬呀。来的时候呢，意气风发，回去的时候如丧家之犬，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当地时间9月28号一大早，飞机降落在美国旧金山。当他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那心情估计比黄连还苦呀。你以为这个事儿就完了？那你就太小看罗冠聪了。他别的本事不一定有，但这哭的本事那绝对是练过的。人刚到旧金山，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迫不及待的上了社交媒体，开始大吐苦水呀，写了一篇小作文，中心思想就一个字儿：冤。他说我太委屈了呀，我提前3周就拿到了签证，他们凭什么不让我进？他们把我关了4个小时，啥理由都不给就把我给送回来了，这不公平。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被打压的受害者形象，希望能博取一些同情，但是他算盘打错了。现在的网友那都是火眼金睛啊，他这篇卖惨小作文一发出来，非但没有换来同情，反倒成了全网的笑柄。评论区里那叫一个热闹，有网友说笑死这是自导自演的末日丑剧吗？还真把自己当盘菜
坏了。还有的说新加坡干得漂亮，不是什么垃圾都能随便进的。更有人一针见血，你干了什么事儿，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今天这个结局不就早注定了吗？你看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一个背叛自己国家、到处摇尾乞怜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受人待见，想靠卖惨来洗白，门儿都没有。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清楚啊，这个罗贯聪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人人喊打的局面呢？别急，这就给您补课，翻翻他的黑历史。这罗贯聪啊，年纪不大，但是干的坏事可真不少。他是前香港众志的主席，就是那个早就解散了的乱港组织。2018年香港修例风波，他就是上蹿下跳最欢的那几个人之一，带头闹事，煽动年轻人上街，把好好的一个香港搞得乌烟瘴气。Well, first of all, allow me to say that Mr. Nathan Lau in front of you is not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He's a fugitive from the law of Hong Kong. And if he goes back, he will be prosecuted and most likely he will be convicted too. Now, he talked about demonstrations or protests peaceful. Use your own eye to see where is the peacefulness of the demonstrations. There was violence everywhere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There was a storming of the electrical building. There was disruption of social order in Hong Kong. If you call that peaceful demonstration, you are losing your mind. You are losing your sight. You are losing your wisdom. China has made it very clear. China is not to be pushed around. I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nts to push China without justification, China will push back. And if UK wants to impose sanctions on China, China will strike back. 后来呢，眼看香港国安法要实施了，这小子啊比谁跑得都快，在法律生效前连夜就卷铺盖跑到了英国，把那些被他煽动上街的年轻人啊全扔在了香港。哎，你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老大先跑，小弟顶罪，毫无义气可言啊。跑到了国外以后呢，他也没闲着，今天呢去这个国家，明天呢见那个政客，干的还是那些卖港求荣的勾当，在各种场合污蔑抹黑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祈求外国来制裁香港。那这种行为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啊，就是汉奸。所以啊，香港警方能饶了他吗？当然不能。2023年7月，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正式发出通缉令，通缉8名潜逃海外的乱港分子，罗贯聪荣登榜首，悬赏金额高达100万港元。他身上背着什么罪名呢？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每一个都是重罪啊！他的香港特区护照早就被吊销了，所以啊，他这次去新加坡用的是英国给的旅行证件。但这有什么用呢？你的底细，人家各国的政府移民部门那都是一清二楚啊！一个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的通缉犯，你还想到处乱窜，太天真了呀！罗贯聪这一次被拘，表面上看是他个人的倒霉事儿，但是往深了看，这背后其实是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一面镜子。它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呢，新加坡的国家立场，新加坡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安全问题上更是有自己的红线，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别国政治斗争的舞台。罗贯聪这种自带麻烦属性的人啊，新加坡当然是敬而远之。这既是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负责，也是对中国主权的尊重。那第二呢，外部势力的口惠而实不至。罗贯聪之流总以为自己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宠儿，以为有这个美国啊、英国在背后撑腰就可以横行无忌。但是这次新加坡的事就告诉他你呀就是一颗棋子，有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用用，真遇到了硬骨头，需要人家为你出头，为你得罪别人的时候，对不起你的分量还不够。那通求救电话打出去石沉大海就是最好的证明了。这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稳定的繁荣的香港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看，就在罗贯聪上演机场闹剧的同时，他那些美国朋友也没闲着，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伊朱莉又在跟陈方安生这些老牌的乱港分子频繁接触。美国国务院呢也抛出了一份所谓的年度投资环境报告，老调重弹啊，拼命的想唱衰香港。但是事实呢胜于雄辩啊，咱们用数据说话啊，自从国安双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怎么样了？止暴制乱，迅速恢复稳定。那个曾经乌烟瘴气的香港又回来了呀。经济怎么样了？国际权威机构的排名最有说服力，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世界第3，亚太地区排第1，世界竞争力重返前3。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啊，2024年呢，香港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高达1260亿美元，全球排第3。就连美国自己啊，在香港也是赚得盆满钵满。过去10年呢，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逆差累计超过了2700亿美元，是它在全球所有贸易伙伴里最高的。你一边在香港赚的大把的钱，一边又出报告说香港营商环境不好，这不是精神分裂是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揣着明白装糊涂吗？所以说美方炮制那些报告，连他们自己商人都不信。香港的繁荣稳定对谁都有好处，那些妄图通过乱搞香港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外部势力啊，该醒醒了，这条路走不通。一个年轻人本该有大好的前途，却选择了一条背叛国家、背叛家乡的绝路。他以为投靠了外部势力就能得到庇护，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是现实啊，却一次次的告诉他，棋子的命运啊，终究会被抛弃的。当他失去了利用价值，当他成为一个麻烦的时候，谁还会管他呢？今天啊，他被新加坡拒绝入境，那明天呢，可能还有更多的国家会对他关上大门，等待他的将是越来越窄的路和四处碰壁的结局。这就是背叛者的宿命。而反观香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这颗东方之珠啊，正在国安双法的守护下，重新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事实证明啊，任何外部的干预和抹黑都无法阻挡香港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羅冠聰係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被法院發出咗拘捕令，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嘅指明潛逃者，特區政府必終身追究法律責任。任何國家都唔應該包庇罪犯，危害國家安全係嚴重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會用一切可行嘅方法終身追捕罪犯，更加唔會放過任何潛逃者。对于罗冠聪今天这种人人喊打的境况，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这个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